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再来读一小段《六祖坛经》。每天读一小段经典，养成一个习惯，会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改变哈。那这种改变的效用是很难去想象的。人家说那种竹子啊，前面好几年的时，就是前面很长的时间都在土里，然后只长了一点点，但是呢，等到它开始突破地，钻出土的表面之后呢，它就长得非常快。所以说，有时候做很多事情的前期呀、有可能有很长的时间呢，都是在酝酿，都是在打基础，都是在打地基。但是呢，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或是某个时机点到的时候呢，就会开始爆发哈。像现在那个 AI 晶片嘛，黄仁勋这个辉达晶片也是一样。其实他创业可能也有20年左右哈，详细我也没有去记。那前面的时间其实也很多次都很困难，也快要倒闭的都有。但是呢，他一直就这样子坚持下来，直到这几年后，刚好 AI 的需求爆发性的成长，那现在未来都是 AI 的时代，因为技术突破了嘛，那所以说应用呢就开始普及，应用开始普及的话，对辉达晶片的需求就非常的大，非常的大的情况之下，现在它一下子就飞跃成了全球几乎是排名很前面的，不管是财富上面，还是说公司的规模上面，其实都是全世界顶尖人物嘛。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有时候积淀很多年，然后到了一个时机点的时候就开始爆发。那我们做很多人呢，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有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未来会爆发的情况下，你还愿意去付出很多很多年的时间去积淀一件事情吗？很多人其实就是会犹豫，对，所以有时候哪怕你做的一件事情是对的，但是因为它短期内还没有爆发，所以有时候有的人也许也有很多人会中途放弃哈。所以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比较奇妙，你不可能什么事情都一下子就很成功，那不成功的事情你也不可能知道它未来会不会成功。所以关键不是有时候不是事情，而是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然后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做自己认为好的事情，长期去坚持哈。我觉得长期主义还是很重要的。好，闲聊了一下，那我们今天还是来读一小段《六祖坛经》哈。最近的话，我可能每天都会推进《六祖坛经》的进度，因为我希望可以把行有品，我希望可以把行有品，把它读完，就是把它过一遍。因为行有品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整部《六祖坛经》，我觉得把行有品的内容如果能够，嗯、常常去复习的话，刚好60张投影片嘛，如果能够常常去复习的话，我觉得就能够受益匪浅。而且呢，当你六祖坛经的内容熟悉的话，你修行不会是只有表面而已，都是进入到心性的层面了，就可以少掉很多很多的摸索时间。好，那么昨天聊到了神秀哈，神秀五祖经过给他一番提点之后，但是过了几天，神秀还是掌握不到诀窍，诗句写不出来，所以说他就有点美梦没有办法落实，所以他就恍恍惚惚。那神秀的话也就到这边了哈，行有品关于神秀的部分也就到这里了。接下来的话呢，因为五祖让所有的弟子都炷香礼敬啊，唱诵神秀的诗句嘛，所以说呢，其实神秀的诗句不是不好，他虽然说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传承哈，可是呢，其实五祖有说了啦，说这首诗句呢，对于很多人而言，其实它是可以，也是有大利益的。你看，
依此即修嘛，免堕恶道。等于是在六道轮回当中呢，一样是可以积累福报的。依此即修有大利益。这首诗句是非常好的，因为很多人也是身心上面的烦恼没有去修除嘛。那这透过身心的层面，时时的去修持自己的话呢，驱善嘛，修善嘛，善道嘛，还是能够利益很多人的。所以说，五祖很有智慧，他才会让所有的人都诵此记。因为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很少人能够倾听到内在智慧的话呢，那对于大众而言，先从神秀的诗句的层面去修行的话呢，总比不修好，起码能够有免堕恶道，有大利益哈。这样子，那只要免堕恶道的话，起码你就还有机会再往上修行。如果堕入恶道，有时候就好像绕了一个很远很远的远路一样，要再绕回来，就真的是很费功了。所以五祖其实他很有智慧，并不是说神秀不好，只是说他没有办法去继承达摩祖师传下来的心法，因为他也有说到嘛，佛为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啊。这个是皆令自悟自解嘛。佛说为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揭露。你看，就是五祖跟六祖传法结束之后啊，告诉他以后就第六代祖师，他就说啊，达摩祖师传承下来的心法，代代相传，单传独授，当时一代只传一位。那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你自己必须要先穿透自己内心的无明，去感受到那些自性智慧。这种东西要自己真修实练的，没有办法说老师帮你修，让你践行，没办法的。老师只能扮演引导的工作，就像教练，一个选手在场上比赛，教练在旁边引导而已。教练没有办法帮你上场比赛，没有办法上场帮你得分，只能自己努力。但是教练就是他的经验指导你说，现在该做什么战术，现在该做什么行动，对你的比赛有利，对你的实践有利，对你修行突破有利。所以你看，自古佛为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那神秀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入门，如果他能入门的话，师父就能够去引导他更进一步的，也能够将这个衣钵传承给神秀。但是他自己入不了门，过不了那一关，因为自己心中的无明要靠自己去修除。佛菩萨没有办法帮你消掉你的业和这些习性，所以要靠自己去历练，自己去突破的。但是呢，后面虽然六祖继承了衣钵，但是五祖也是叫六祖马上逃跑，没有说让他留下来继承这个寺庙的财产。那其实六祖一开始也已经有说了啦，他一开始就说呢，他就说他什么都不要了。祖师一开始就说了，那你来的目的呢？他就说了，他只求做佛，得到这个五祖的印证，因为他能够倾听到内在智慧，那他很惊讶也很开心，他就要让五祖来帮他印证。至于其他这些东西呢，比方说寺庙啊、供养啊，还是说寺庙的这些地位啊、传承啊，他都不要，这些他都不要。所以说到后面也确实是这样，所以他并没有去，五祖也没有把他留下来继承整个这个黄梅县东禅寺的这个基业，并没有，他马上就要逃跑了。所以后来呢，黄梅县东禅寺的这些东西，这些土地啊、寺庙、财产啊，其实五祖也是留给神秀继承了。所以说五祖并不是说对神秀不好，纯粹就是说在这个达摩祖师传承下来交付的任务，他只能找对的人来传承。那既然前面五祖也说啊，如果神秀你能够入得了门的话，呢，他就将衣钵传承给神秀嘛。对啊，汝既若入得门，复汝衣房。所以说，其实五祖呢，他是很有大智慧的，对于这个人事上面的铺垫是很有智慧的。好，不小心又聊了那么多。
所以说，徒弟们都在唱诵神秀的诗句，赞叹哦。那慧能呢，刚好他在工作，因为他在后院这个磨坊这里就是比较苦力的地方，砍柴呀、然后磨米呀、做这些比较劳力的工作。有一天呢，有一个童子就是经过这个堆房的时候呢，他就在高声唱诵这个神秀的诗句。那慧能一听之后就知道这首诗句呢是还没入门、还没见性的，他还没有倾听到内在智慧的讯息他只在表层身心的层面身就是我们肉体嘛，心就是我们第六意识心他还在第六意识以外，他还没有进入到内在的这个就是更高的高我吧，还是说我们内在的般若智慧的层面但是呢，慧能一听到神秀这首诗句，他瞬间都已经知道意思了，就不用教，好像自然而然就懂了。所以他就问童子说呢：“你诵的这首诗句是什么诗句呢？从哪里来的呢？”然后呢，童子就笑他了，说：“你这蛮夷呀，什么都不懂，没文化。五祖大师有说啦，出了一个作业嘛，然后呢，神秀上座就写了一首诗句，写得非常好。大师就让所有的人都念诵这首诗句以此既修免堕恶道，以此既修有大利益这样子。所以慧能就要求说，他也要去诵念这首诗句他就让这个童子引导他到前堂去礼拜诗句那后面的话才有六祖慧能写诗句的这段内容。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读这一小段就好。那我们明天再继续读每天读一点点经典。好 ，OK，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边喽，那我们就明天见了，拜拜。